嘿，大家好呀！不知道最近生活怎么样？现在夏天来了，似乎很多地方的气温都非常高。欧洲的南部的一些国家，比如说意大利、西班牙，那里的气温大概达到了30甚至40多度。但是在荷兰，这里的气温其实并不是很高，最高的时候也就是不到30度的样子。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，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会让你全身发热的这样一个东西，那就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中国的油辣椒品牌老干妈。老干妈这个品牌呢，在中国其实非常的有名。在我来欧洲之前，我并不知道老干妈在国外会有多么的受欢迎。直到有一次，我在我公司的分享会上分享了关于老干妈的故事，然后很多人都说：“哎，我之前吃过，我家里有这个。”于是我突然意识到，也许中国最有用的一个文化输出就是老干妈。如果你曾经看到过老干妈的包装，也就是瓶子的话呢，也许你会注意到瓶子上有一个很严肃的女人。你有没有好奇过这个人是谁？为什么他看起来这么严肃？这一期播客呢，我就想和大家聊一聊老干妈背后的那个女人。你知道吗？老干妈其实来源于我的家乡，也就是贵州贵阳。贵阳在中国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，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老干妈其实来源于贵阳。这其实和贵阳的饮食文化是有一些关系的，因为在贵阳，人们真的对辣的食物着迷的不行。从早餐开始就可以是各种辣的吃的。老干妈直接翻译为英文是叫做 Old Godmother。这听上去也许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，但是在中国，尤其是在贵阳这样的一个小城市里，这样亲切接地气的名字其实才是最好的 marketing。 接地气的意思呢，就是很接近于一般人的生活，而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形象。如果你来中国玩过，你也许会发现路边很多商店的名字都很有意思，比如说胖妞煎饼 Fat Girl Pancake、 刘家烧烤 Barbecue from Liu's Family。 这样的名字在西方世界里似乎是很政治不正确的名字，但是在中国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。所以如果你下次来中国看到这样一些奇怪的名字，不用觉得太奇怪。那说回老干妈，老干妈的创始人，也就是瓶子上的那个女人，她原来的名字叫做陶华碧。陶华碧，陶就是她的姓，华碧是她的名字。她出生于1947年，给大家一个时间参考，
现代的中国是在1949年成立的，也就是说，陶华碧出生在现在的中国成立之前。可以想象，那个时候的中国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。他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环境里长大，那这就意味着他从小其实没有什么机会来接受教育。直到现在，他会写的字也就只是他自己的名字而已。那他在20岁的时候呢，嫁给了一个有不错工作的男人，但是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。他们结婚几年之后，她的丈夫就因为生病而去世了，留下了陶华碧以及2个年纪还很小的儿子。那面对这样的情况，陶华碧就不得不出去工作赚钱。那个时候在贵州贵阳其实并没有什么机会，很多年轻人为了赚钱会离开自己的家乡，去南方，也就是广东省那里去打工。主要是因为广东那里是沿海地区，相对于西部的城市而言，会有更多的机会。那陶华碧去了广东之后呢，自然是做一些工资很低，但是又很辛苦的工作。那为了节省自己的开支，他开始自己制作一些辣椒酱。当然，也由于广东那里吃的其实很甜，并不是很辣，那也许也是为了回忆家乡的一些味道，他才开始这样做的。那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他就回到贵阳，开了一家餐厅。这家餐厅一开始卖的其实并不是辣椒酱，而是卖的米豆腐。米豆腐其实是贵阳的一个特产，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找不到。一般在贵阳呢，我们吃米豆腐会放各种各样的调料以及辣椒酱。那个时候呢，陶华碧就在自己卖的米豆腐里边加入了自制的辣椒酱。一开始他并没有意识到辣椒酱在他的餐厅的生意里边有多重要，直到有一次他生病了，没有能够制作当天需要的辣椒酱，发现很多客人因为没有辣椒酱而选择离开，去别的餐厅吃饭。这让他意识到，这个辣椒酱可能才是这个餐厅最值钱的东西。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，他的餐厅所在的地理位置变得越来越好，他的餐厅也变得越来越有名，很多人专门会开车来他的餐厅吃饭，并且买他的辣椒酱。于是需求越来越广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想买他的辣椒酱。于是他关闭了自己的餐厅，专门开厂来生产辣椒酱。为什么这个品牌的名字会叫做老干妈呢？其实是因为老干妈是当时光顾这家餐厅的客人们称呼陶华碧的方式。
那为了让别人知道这是他的公司，他就选择了用这样一个非常朴素的名字来称呼他自己的品牌。那瓶子上的照片又有什么故事呢？其实是在他们设计瓶子的包装的时候，陶华碧去照相馆拍照。那摄影师知道这张照片会被放在老干妈的瓶子上，全国的人都能看到，他就觉得非常有压力。摄影师从不同的角度拍了几百张照片，但都不是很满意。陶华碧最后生气了，他说：“我是来做老板的，不是来做模特的。只要我们的产品能够卖出去，用哪张照片都可以。”所以最后他们选择的照片里，他穿得非常朴素，表情也很严肃，甚至有一些愤怒。那就是这个原因了。他的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。刚才我有提到他有2个儿子，那当老干妈的生意变得很成功的时候呢，他就让他的2个儿子也加入了公司。那他的大儿子一开始的时候呢，的确有一些成就，但是由于他太想成功，不仅仅只做卖辣椒酱的生意，而是想也去做比如房地产的投资。房地产投资在当时中国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投资机会，但是这个大儿子并没有能力来把这件事情做好，甚至最后让老干妈陷入了财务危机。而他的小儿子也没能帮上忙，反而他由于想节约成本，选择不用更加昂贵的贵州辣椒，而是选择了更便宜的云南辣椒来生产老干妈。人们的味蕾是敏感的，他们尝到了老干妈的不同，于是很多人就说：“哎，老干妈怎么变得不好吃了？”很多人就不愿意买老干妈了。面对这样的危机，2018年，71岁的陶华碧不得不回到公司，重新开始创业。他重新调整了产品线和供应链，恢复了老干妈以前的味道，而老干妈也终于重新回到了中国最受欢迎的辣椒酱的地位。这就是老干妈的故事。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，却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。他出生于农村，没有接受过教育，并且在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创业。这些听上去似乎很遥远的故事，其实就发生在也许是你最熟悉的中国女人身上。那这就是老干妈的故事了。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老干妈的话，记得去买一瓶回来试试哦。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，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realchinesetalk.nl。 你可以在主要播客平台 YouTube 同名频道上找到我们。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播客内容，学习中文，
我们还提供精心修订的文本、相关的词汇和例句，以及和播客相关的问题，帮助你学习。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， 你可以免费得到一期上面提到的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